City of St. Louis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911. I'm sitting at the corner of Kings Highway and Southwest at the school building. I saw a gentleman with a rifle shoot at the door and go in, and kids are starting to run out of the building. Okay. 迈尔斯·戴维斯在楼内。这不是爵士乐鉴赏课的通知，而是圣路易斯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最令人恐惧的暗号。它意味着校园内有活跃枪手。2022年10月24日上午，这个暗号成为了现实。一名心怀怨恨的校友绕开了所有安保措施，将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带进了教学楼。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圣路易斯市的清晨如往常一样平静。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位于圣路易斯西南花园社区，是一所以艺术和表演为特色的公立学校，与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高中共享同一栋大楼。这所学校以其严格的安全措施著称，配备了多个金属探测器和7名安保人员，校门常年上锁，以确保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此外，学校还有一套独特的应急机制，当发生紧急情况时，校方会通过广播系统使用代号迈尔斯·戴维斯在楼内来警告全校师生有活跃枪手进入。这一天，学生们如往常一样在教室里上课，教师们忙碌于教学，校园内充满了青春与艺术的气息。然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悲剧即将来临。就在这一天，19岁的奥兰多·哈里斯，一名2021年从 CVPA 毕业的校友，计划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哈里斯出生于2003年5月16日，是圣路易斯本地人，家住卡隆德莱特地区。他在校期间性格复杂，一些同学形容他孤僻安静，但在戏剧课上，他显得外向且友善。然而，哈里斯长期挣扎于心理健康问题。他的家人曾多次寻求专业帮助，甚至将他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尽管如此，哈里斯的心理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而密苏里州缺乏红旗法，允许法院暂时没收可能对他人或自己构成威胁者的枪支的法律，使得他的家人无法通过法律途径限制他获取武器。就在案发前的10月8日，哈里斯曾试图在密苏里州圣查尔斯的一家持牌枪支经销商处购买武器，但因未能通过 FBI 背景调查而被拒绝。然而，他随后通过私人交易购得了一支 AR-15式步枪和600多发子弹，以及10几个30发弹匣。10月15日，哈里斯的母亲发现他持有这支步枪，报警请求警方没收，但警方确认哈里斯合法拥有枪支，仅将武器移交给了另一名合法持枪的成年人。这一系列事件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2022年10月24日上午9点左右，哈里斯驾驶一辆蓝色2012年款道奇来到 CVPA 附近，将车停在学校旁。他身着全黑服装，手持 AR-15式步枪，携带600多发子弹和多个高容量弹匣，显示出明确的袭击意图。他没有选择通过安保人员驻守的正门，而是从侧门强行进入，射击玻璃门闯入学校，直奔3楼。进入学校后，哈里斯立即开始射击。学生和教职工听到枪声后，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演习。校方通过广播发布代号迈尔斯·戴维斯在楼内，警告全校进入紧急状态。教室内的师生迅速采取行动，锁门、关灯，躲在角落或用家具堵住门。数学老师大卫·威廉姆斯回忆，当时他听到有人试图撞开教室门，随后一名男子大喊：“你们都要死了！”紧接着，一颗子弹射穿了教室窗户。舞蹈课上，哈里斯曾试图开火，但枪支发生故障，未能射击。这短暂的故障为学生和教师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学生阿德里安·博尔登回忆，老师爬到门口请求学生帮忙搬动储物柜堵门，期间他们听到玻璃破碎和枪声不断。一些学生试图从3楼窗户跳出逃生，但发现楼下是水泥地，最终在助教的引导下通过紧急出口逃离。在这场混乱中，15岁的2年级学生亚历山德·拉贝尔和61岁的体育老师珍库茨卡不幸遇难。此外，7名学生受伤，其中4人因枪伤入院，
包括一名16岁男生腿部中枪，一名16岁女生腿部擦伤，一名15岁男生双手和下巴中枪，以及一名15岁男生手臂中枪。其他3名学生因逃生中的混乱受伤，包括一名16岁女生摔断脚踝。所有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枪击发生后，学校安保人员迅速识别出哈里斯的意图，第一时间报警。Sound like it's on the 3rd floor. Upstairs. Is that what you said? You said 3rd floor. 650 priority. Listen. 3rd floor of the rear school building. 3rd floor of the rear school building is what a witness said outside. We heard the shots fired. We got an AR type right there. Hey, slow down. Let the long gun go. Is this 3rd floor? 3rd floor. Let the long gun go. Hold this open. 3rd floor. Hold this open. In the library. Suspect library. You got him? Is he alive still? Stay back. Stay back. Open it. Mike. They're coming. Hold on. It's locked. It's locked. He's got a long weapon. Back up. Stand by. We're standing. 9点11分，圣路易斯警方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4分钟后，9点15分，警方到达现场并立即进入学校大楼。警方的快速反应得益于附近正在为一同事葬礼集会的非值班警察以及正在进行训练的特警队。他们没有犹豫，直接冲入学校，循着枪声和逃生学生的指引寻找哈里斯。9点23分，警方在3楼发现哈里斯，命令他举起双手。哈里斯拒不配合，双方展开短暂交火。9点25分，哈里斯被警方击中，随后被送往医院，宣告死亡。整个交火过程中没有警员受伤。警方随后对学校进行了彻底清查，使用警犬排查可能的爆炸装置，确保安全。枪击事件发生后，圣路易斯警方、FBI 和 ATF 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迅速介入调查。他们对学校、哈里斯的住所及其车辆进行了全面搜查，试图还原事件动机。FBI 还建立了一个数字证据收集网站，呼吁公众提供相关照片、视频或音频证据。在哈里斯的车内，警方发现了一本笔记本和多份手写笔记，详细记录了他的计划。笔记中列出了其他学校枪击案、枪手名单及死亡人数，表明他有意成为下一个全国知名的学校枪手。他写道：“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从未有过女友，从未有过社交生活。我一生都是孤僻的独行者。这是一场完美风暴，造就了一名大规模枪手。”此外，警方还在车内发现了一张学校地图，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哈里斯计划杀死至少30人，并在袭击后自杀或被警方击毙。他还列出了5名目标教师，但最终的受害者并不在名单上。哈里斯获取武器的过程暴露了密苏里州枪支管控的漏洞。尽管他在持牌经销商处因背景调查失败未能购枪，但他通过私人交易轻松获得了 AR-15式步枪。哈里斯的母亲曾报警试图没收武器，但警方因法律限制无能为力。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密苏里州宽松枪支法律的强烈质疑。由于哈里斯在现场被击毙，案件的侦破主要依赖于警方对现场证据、哈里斯住所和车辆的搜查，以及对目击者的访谈。笔记本和手写笔记成为破解案件动机的关键证据，揭示了哈里斯的心理状态和计划。此外，学校内的监控录像、学生和教师的证词，以及现场录音，一名学生录下了枪声，为还原事件经过提供了重要线索。哈里斯的行动在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留下了一道血色伤痕。当警察的封锁线撤去，媒体的焦点从枪手转向事件的后果时，这场袭击对社区造成的巨大创伤才真正显现出来。在遇难者和伤者中，有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学生，也有挺身而出保护他人的英雄教师。
15岁的亚历山德拉贝尔是 CVPA 的一名2年级学生，擅长艺术和表演，即将迎来他的16岁生日。他被同学们形容为才华横溢、美丽且聪明。他的父亲安德烈·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女儿的离世让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他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贝尔的死讯传出后，学校和社区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他的笑容和才华成为了许多人记忆中的珍贵片段。61岁的真库茨卡是一位体育老师，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喜爱。她是一位母亲，育有5个孩子，还是一位祖母。库茨卡年轻时曾是大学曲棍球明星，以优雅和善良著称。他计划在几年后退休，享受家庭生活。然而，在枪击发生时，他选择站在学生与枪手之间，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学生。他的女儿阿比盖尔·库茨卡回忆，母亲一直是一位无私奉献的人，她的牺牲是她性格的真实写照。同事克里斯蒂·福尔施蒂奇在悼念中表示，库茨卡的勇敢令人敬佩。7名受伤的学生中，4人因枪伤入院，3人因逃生中的混乱受伤。他们的年龄在15至16岁之间，受伤程度从擦伤到骨折不等。所有伤者均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这些年轻的学生在经历了如此恐怖的事件后，心理和身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创伤。Another school shooting, this time in St. Louis, Missouri, has reportedly left at least 3 people dead, including the shooting suspect, and injured several others. Our hearts go out to everyone impacted by today's senseless violence, particularly those injured and kille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first responders. In the wake of Newton, Parkland, Buffalo, Uvalde, and countless other shootings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e need additional action to stop the scourge of gun violence. Every day that the Senate fails to send assault weapons ban to the president's desk or waits to take other common sense actions is a day too late for ou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gun violence. 这起枪击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讨论。白宫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加强枪支管控，特别是禁止攻击性武器的立法。总统乔·拜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从禁止攻击性武器开始。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谴责了这一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圣路易斯市长蒂肖拉·琼斯称事件为毁灭性和创伤性的局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求助帮助。10月27日，圣路易斯社区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枪支暴力和校园安全的公众论坛，由众议员科里、布什、市长琼斯和公共安全主任丹尼尔·伊索姆主持，吸引了大量社区成员参与讨论。当地社区和学校为受害者举行了悼念活动。圣路易斯蓝调冰球队在比赛中为受害者默哀，学校关闭1周以应对事件带来的冲击。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密苏里州拥有全美最宽松的枪支法律之一，呼吁国会通过全国性的攻击性武器禁令和普遍背景调查。费城询问报则将此次警方快速反应与乌瓦尔德和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迟缓应对进行了对比，称赞圣路易斯警方的果断行动。这起枪击案揭示了美国校园安全和枪支管控的复杂问题。哈里斯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交孤立是悲剧的重要因素。他的笔记表明，长期的孤独感和缺乏支持系统可能促使他走上极端道路。然而，心理健康服务的不足和密苏里州缺乏红旗法使得他的家人和社区无法有效干预。哈里斯通过私人交易获取武器的过程暴露了美国枪支管控的漏洞。尽管他在持牌经销商处未能通过背景调查，但私人交易无需背景审查，这为他提供了可乘之机。案件中警方的快速反应值得肯定，从接到报警到击毙嫌疑人仅用了14分钟。然而，学校安保人员未配备武器以及哈里斯如何突破锁门进入学校的问题，仍需进一步调查和改进。2022年圣路易斯高中枪击案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夺走了2条生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奥兰多·哈里斯的极端行为背后是心理健康问题、社交孤立和枪支管控漏洞的交织。
我们缅怀亚历山德拉·贝尔和珍·库茨卡，他们的生命不应被遗忘。这起案件提醒我们，校园安全不仅是学校和警方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看法，你认为是什么促使了哈里斯的行动？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防止类似事件？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